金永利制刀，第一站先买菜刀。跟你说，看起来非常的好用。我点的是红烧，很好吃，住金门的。对，大推住金门，然后还有小的愿望，告诉你细看太多，赞了。我比冤枉啊，小的冤枉啊，对啊，大家都冤枉，你讲对吧？我们到民宿了，金巴古厝民宿。然后我们的房间是拿这个楼梯上去，超可爱的，它是有点像日式这样。嗨，早安！金门第二天，大家知道沙美摩洛哥嘛？必拍。现在有个重点，就是现在大概下午1点，然后我们怀疑金门人的生活就跟法国人一样，早上休息，中午午休，然后晚上就是早睡，很 chill。但是店家大概有一半没有开，然后有一些杂货店开着，就这样子。目前为止，现在已经1天半了，来到这边非常舒服。像我们今天其实应该要早上10点就要起来，就睡到11点，化个妆弄什么的。其实现在1点了，入境随俗，跟着金门人一起走。你看，事实上整条街现在我们只找到1间有开的，其他都在午休。远来新小吃店，据说他们金门人每天早餐必吃粥，就跟台湾人早上必喝牛肉汤是一样的这样。好，我们就现在就入境随俗，跟大家一起吃粥。我先吃了，这碗叫做海科面线。他们这边的那个牡蛎啊，那个海产店老板跟我们讲说，有小小颗，因为他们把大颗都往外卖。但是这里是特色，因为小小颗就很多。然后这个是甜瘦粥、广东粥，然后葱油饼，它葱油饼很特别，我们等一下吃吃看，长得跟那个台湾本岛不太一样。它的粥特色是米粒比较少，然后我就想它可能把它打成浆糊怎么样，然后你配它的料。就是有点清粥，然后放蛋放料这样，猪肝啊、皮蛋这样子。它的特色还有放肉丸哦，它有放肉丸的，放肉丸我吃掉了。OK， 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吃掉了才拍啊。好啦，它很好吃，它就是清粥这样。那我们等一下边走边看有没有什么烧饼店，因为他们这边好像烧饼也蛮有名的，有一个民式烧饼，好，所以今天来吃一下，除了它休息。所以要来金门人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要看清楚大家营业时间，然后要仔细规划时间点。但是你如果想要自由自在，看到什么就吃什么的话，也 OK 啦。这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好，我们等一下去沙美摩洛哥。我们吃饭的地方直走，就会看到沙美摩洛哥。然后它直接那个门上的对联就写了“沙美老街摩洛哥，扭转乾坤，怎样怎样大运的”这样。原来这可以当对联，蛮好的啊！我们到了。有月老哎，这里有月老哎！我怎么没听说沙美老街有月老？大家都就是为了拍照。我们结婚吧，跟谁结呢？好多糖果，大家都还是希望有姻缘。太酷了！这边居然有月老带糖果来。你看那个角落都有一些装饰艺术。然后沙美老街这个区域其实蛮大，它明朝的时候比较兴盛，其实这个建筑宋朝的时候就已经盖起来了。沙美摩洛哥它的旁边就是沙美老街，可以逛一些小店，走比较深，然后你可以到另外一面，它的底边很酷，这里真的很酷哎！哇，这样子，你看这边这个门，然后窗户这边随便都可以来一张哎，这样。吧，难怪叫做沙美摩洛哥。他们说这是闽南建筑，颜色很美，就故意穿那种同色的。好，这是同名品牌衣服，穿给大家看一下。那边很好看，可以，这里好可爱哦。好，我们现在走一下沙美老街。这个地方我发现蛮大的，因为从后面绕过来还有一些。然后那只猫是怎么了？这只猫是干嘛？它在晒太阳哎。嗨。再来就是沙美老街，然后旁边有卖一些小东西。我觉得这边的一些小巷弄，然后小隧道，很容易把我们带到一些其他空间去。你看前面有一个小摊贩。然
后我刚刚看那个小摊贩真的太可爱，那个摊贩有一个异国感。然后呢，我刚刚看到他那个风师爷啊，他好像分了很多种。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有聚财的意思？因为他有一句话叫做"家中有风师，赚钱没人知，不会有人来薅你的财，这样子你就可以好好的聚集财富，这样觉得很不错。我跟你说，我现在面前那个建筑也是蛮酷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只计算2个小时，我觉得你可以抓个3、4个小时左右，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景。你看前面。好，我们走回去喽。等等就要去下一个景点。我们到马山了，据说可以很清楚的用望远镜看到对岸，我就很好奇。走，我要去看对岸，不能偷渡，看一下可以吧？游过去，我会被抓。有吗？我这样有当兵感吗？帅气感。虽然没有人当兵穿这样。但等一下好像要走很久哦，有一段路，这是我们第一个隧道，也算是台湾我走的第一个隧道吧，现在有点期待。他那个是还我河山还是河山还我？河山还我也太任性了吧！到了，你看这里，看呢，马山播音站，好酷哦，进去哦。马山播音站这边呢，是整个金门最北端。以前那个年代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喊话的地方，说是天下第一哨之称。天哪 ！Hello， 嗨，哦，我们到了，可以看对岸的地方啊，这么大。等一下哦，我来看看。太酷了！我现在想说，我们这样算是一种偷窥吗？它有写一些方向给你，让你去看对面的样子，看得到对面的楼，还有他们的海滩这样。而且其实用肉眼看，距离非常的近，划船就可以到的那种距离。傻眼，超美！就是大家可不可以和好，不要这样和好，然后大家坐桥可以吗？你只要站过去了，就很多地方可以旅游当然在玩天鹅船，跟你讲，这个距离绝对是天鹅船踩得过来的，真的很近，大概是日月潭某一个岸到另外一个岸的距离吧。我刚刚看了一下 Google 地图。然后我现在的正前方这样一直看过去，是我爷爷老家湖南长沙的方向，就跟爷爷的老家挥手。我爷爷当初到底怎么过来的？我真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逃过来。但是他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脸都很严肃的，就是认真跟我们讲这样子。爷爷奶奶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现在收到一封简讯，说陆委会关心你，请让服务香港专线娃娃就是哦，因为我开台太靠边。我们几乎真的就是好像站在厦门的土地，所以他现在可能有点不太清楚我们到底在哪里。好了，我们去看播音室，就是邓丽君也播过音的地方。我知道为什么邓丽君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当初当兵的时候，邓丽君有服务过。我所谓服务就是邓丽君有，等一下，邓丽君就是邓丽君有播过音，然后就唱歌什么的，然后军中人就会听，所以他就很红。然后歌声也很甜，这样是真的。他是能怎样一个人？要干什么？就唱歌给大家听。哇，真的是越描越黑。对，这样有人刚刚有经过播音室这个地方吗？这边没路了，这边是出口。我们想要回去看播音室，播音站已经关门了。哦，真的。哦，好 ，OK， 他4点半播音室就关门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大家其实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它就是一个小小的，然后做了一个模拟的样子，这样。走吧，我们去下一站，我们可以去吃冰，我们也可以去海滩走一走，或者是去陈景南洋楼看一看。这就是我这一次蛮想踩的一些点，但是因为金门这边的开门关门的时间，我真的是有点难抓，所以我们就自由自在的走吧。大家有看我身后吗？
遇到了一小片的小麦田，小麦的季节大概是3、4月左右。本来以为他们已经收割完了，结果我们刚刚开车看一半，路过直接停下来看，因为真的很可爱，这样看过去。然后他们这边其实你如果是小麦季3、4月来的话，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一片一片的小麦，很壮观。然后停下来拍拍照，加上这个夕阳这样子。好，我们现在要赶去欧措沙滩赶夕阳一下，走。我们现在要进去欧措沙滩看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在海滩上面的一个战车。然后我刚刚就稍微听到旁边回程的姐姐说要走很久，来走吧。车子好像可以开进来，但是我觉得还是建议走走路、散散步。哇哦 ，OK，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一下。然后远远那边有看到轨条寨，什么是轨条寨呢？那边有一根一根一根的插在那个沙滩上，那叫做轨条寨。沿着那个走，就会看到战车。我现在看起来就是大概刚刚我们从那个马山观测站到对面厦门的距离，也太远了吧！看一下这个海，很美。因为沙子是金黄色的，非常漂亮，而且很适合拍照。各位网美们可以来拍一下照片。终于走到了，这个战车是美军在2次大战的时候制造的，然后台湾把它当作标靶战车，它看起来非常的酷。走到里面来一点的时候，发现现在有一只超大的水母站在我的脚下，给大家看它到底有多大。我手掌大概这样，我觉得它整只拿起来应该比我还要高。我闻到它的味道了，它很大哎，被冲上岸。到沙滩入口的时候呢，会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轨条寨，你就沿着这个轨条寨这样一路走到底，就会看到战车了。晚餐时间，民宿老板推荐金门牛家庄必吃，各位要来之前最好还是预约一下，因为现在看进去它是客满的状态。这边牛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因为觉得那个牛肉面也是好吃。然后这一间它是吃全牛的，就是你要吃什么部位它都有。然后我们有预定一个部位叫做牛蹄，等下吃看。好，我们现在来了大概一半的菜，然后我前面这个是牛蹄，我从来没有吃过，来吃吃看。我本来以为就是牛蹄的地方是硬的，就是没有办法吃，原来它可以吃。然后我现在觉得它有可能跟蹄膀一样，好吃吃看。吃起来真的是有点像猪的蹄膀那样子。好，我们现在有一道菜叫做牛肉耍油条。觉得耍油条这个真的是名字取得非常可爱，就要夹着牛肉一起吃。好好吃哦！傻眼，要搬来住吗？好，吃葱爆牛肉。我跟你说，葱爆牛肉输了，要耍油条。真的要耍。好，然后我有点牛肉水饺。我们平时吃都是吃那个包猪肉的水饺，我们试试看牛肉，还是大家其实是有吃过牛肉的，然后是我自己就是乡巴佬这样子试一下。定居吧，真的，我没有开玩笑，很好吃哎，怎么办？哦，我们牛进来，我试一下。好吃，但我跟你说，耍油条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很好吃啦！吃完金门牛家庄了，牛肉耍油条大推，这东西完完全可以每个月来吃一次哎，为了这个耍油条。还有这边的沙滩都是非常值得1、2个月就来度假一次的地方，太美了。它的沙滩是浅色的，不是深色的。现在要去看蓝眼泪，今天应该是看得到，走啦！我们现在就是紧张时刻，因为我们刚刚从成功沙滩，然后现在赶来风上这边找蓝眼泪，而且蓝眼泪现在就是它只会出现大概1个小时左右，退潮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紧张，有可能会看不见，所以大家走快一点，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得见。现在大家都在等，会知道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个社团叫做金门蓝眼泪，大家如果要追蓝眼泪，可以进那个社团看一下，是公开社团。那我现在往左边走，因为看到社团说要往这个海滩的左边走。
我们有看到蓝眼泪，刚刚很离谱，本来还想说蓝眼泪在哪里这样，结果我们那个摄影就是一脚踩进水里 ，OK， 亮晶晶的，我们看见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拨那个水，因为蓝眼泪是藻类嘛，你就稍微拨一下就会有反光这样子，很美。然后其实有时候近的浪不一定看得见，你看那个远远的小浪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很开心今天有看到蓝眼泪，我们就是3天2夜的行程，算是值得了。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可能还是会往慈湖那个方向，是因为第一个刚好顺路我民宿，第二个是因为厦门的夜景在那边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很漂亮。就是我们等一下接下来的行程就回民宿休息了。这是什么的脚印啊？我刚刚有注意到，说这是什么动物 ？OK， 我们现在回去要牵车的路上的沙滩看到有奇怪的脚印，这个脚印大到我觉得它到底是什么？好啦，各位，我们现在来到慈堤这边看对岸厦门的夜景，建议大家行程可以8、9点的时候去看完蓝眼泪，然后就到慈堤这边就很漂亮的那个夜景。然后如果呢来的时候当天可能社团上已经告知说 OK 今天没有蓝眼泪，那你就可以直接把晚上的行程就到慈堤这边去看夜景，然后附近有一个咖啡屋可以坐着这样子喝喝东西。我刚刚其实一到的时候就想说可以发个单，然后架个摄影机这样，然后就往天空上看 OK， 我就突然看到一颗流星，想说看起来应该不是飞机吧，它就是有一个速度，然后后面有点火花，然后很近，我觉得它是比较低空的流星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从小到大去追流星从来没看过这么清楚的流星，我突然抬头就看见了，然后我就上网查，就发现最近是宝瓶座流星雨，所以我今天就是什么都看到了，我心情非常好。然后我等等看一看，我就要回去休息了，因为明天要早起，我明天要跑完我这2天没有跑到的行程或是 lost 掉的行程，就是希望我明天可以跑得完。明天晚上的飞机，然后我一早大概6、7点就要起床，因为这边的时间真的是太不稳定，我就确保所有东西我都看得见，所以我要早起。OK， 晚安。